羊毛毡经常会被定义成是只有女孩子会做的手工活儿，它其实是诞生于暴力，需要用一根带有刀刺的针去反复的穿梭在羊毛里面，才可以让它粘化成型。我从小其实是一个特别自卑的女孩，最后还是决定做了双眼皮的手术。在手术台上，我感受着那个针在拉扯我的皮肤，就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戳羊毛毡的状态，但是我变成了不是操作的人，而是被操作的羊毛毡的玩偶。当时就决定我要用羊毛毡来表达一些东西。我主要使用的是粉红色的羊毛毡。粉色通常大家会把它贴上女性的标签，我们戳羊毛毡的玩偶，我们想要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，但是我在戳的时候，我是会故意留下那些针眼的，会让人透过粉嫩可爱蓬松的外表去看到一些暴力留下的痕迹。最早我是做了一系列的羊毛毡针毡的乳房，艺博会上吧，做了2个非常大的乳房放在房间里，就有一个在哺乳期的妈妈，然后进到房间里来，然后她就哭了。一间自己的房间，它包括3个房间、餐厅、卧室、衣帽间，做了1.8米的挑高。正常人进去会觉得非常的压抑，男性进去其实是需要微微弯腰低头的。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女性结构的身体部件的羊毛毡放在里面。我想说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，男性的角色其实是缺失的，在教育小孩和家庭维持方面，其实是母亲一直在承担着这些责任的。礼物这件作品包含了2个部分，房间外面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婴儿的形态，然后房间里面是这个巨大的一根电镀玻璃钢的羊毛毡戳针。观众在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他是可以推动戳针去跟我一起戳羊毛毡的。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去推动那个戳针，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变成推动戳针的人，还是会变成被戳针戳到的那个人。我最近在创作的一系列的羊毛毡作品开始使用黑色的羊毛，也会开始关注我自己感受到的身体的疼痛，比如说会有坐骨神经的疼痛，还有乳房乳腺增生的疼痛，来月经的时候的痛经的感受。因为在疫情期间，我就会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每天讨论的特别严肃、形而上的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，所以我想用黑色羊毛去表达这种混沌的、暧昧的、复杂的我们身体以外的环境。做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语言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善表达的人，所以我会选择用手上的动作去代替说话这件事情。其实我收到了很多不同的反馈，有很大一批网红，他们是进来拍照的，但是也会有很多人进去以后，他能感受到我想让他感受的东西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他们进来有1秒想到了他们以前不会想到的事情，甚至是映射到他们日常生活中，我觉得就够了。